上集回顧香港人在大馬第4集，我哋好榮幸邀請到拉爸，一個19歲嘅妹妹嚟分享佢喺馬來西亞檳城嘅生活。好感謝韓大嘅邀請，等我哋有機會再次踏入校園。我哋終於有機會採訪大學生啦，問下佢哋喺檳城讀大學嘅生活。另外都好幸運有老師帶我哋參觀韓江華人文化館，了解更多關於檳城華人文化，例如社會組織、經濟、教育同埋華人信仰。最後我哋都同韓大做咗一個採訪，分享我哋 YouTube 嘅事業。要內心強大嘅人先可以做到 YouTube 咯。記住睇到最後啦！歡迎收睇夫妻肺片。今日要同大家報道馬來西亞嘅新聞，有一對香港嘅夫妻突然闖入咗一間韓大嘅學校。而家我哋咧就捉咗一個好靚女嘅學生問佢問題啦。你可唔可以介紹下自己啊？我叫偉琪，今年是也讀 Sem 3的 Mass Comm 學生。你現在讀是哪一個專業？現在讀的是 Broadcasting。你為什麼會選擇這一個科目？因為現在這個行業其實還是蠻廣的，就很多人都會對這個感興趣，因為我們學的東西也是很多要拍 video，然後剪接那些 video，會學編那些 script。你是差不多要畢業了嗎？對，我這個是最後一個 sem。那你之後想找什麼工作？那如果有緣的話，進 production house 可以接觸一下這個行業，更深入了解一下。是要做那些機聽的那種，還是要做新聞那種 drama 或者是拍劇那種？你有想過做 YouTuber 嗎？有想過，可是感覺我不是很適合啦。畢竟 YouTuber 還是蠻難的。你覺得在這裡上學開心嗎？你喜歡這個環境嗎？開心啊！我有很大班的一班朋友，然後老師也是很好，他們覺得很耐心。如果不會問題的話，就去問他們。學校也是本身就會有一間 equipment room 嘛，所以我們要拍攝的時候就會跟學校借器材。哇，仲有得借器材喎，幾好喎！我見到佢哋個電腦房嗰啲電腦都係 Mac 嘅，都唔錯。科目畢業出來大概是工資多少嗎？大概的話，政府現在最低薪資是1500，所以應該會在1500到2000吧。fast rate 是這樣，差不多。除非你的 education 的 level 更高的話，可能他的薪水就會比較高一點。最後一個問題，你有男朋友嗎？沒有。如果你咁樣問人哋咩咁嘅問題，他有兒子了。開玩笑，開玩笑。謝謝你。現在呢，我們就找到第二個學生，你叫什麼名字？我叫靜兒，英文名叫 Jingle。Jingle， Jingle Bell 的 Jingle。Jingle Bell。我覺得咧佢隻眼好精靈，好似識得講嘢咁啊！你是不是平時有幕前演出？有，我是唱歌的。唱歌的嗎？唱歌，你係唱咩歌啊？流行歌。你要不要唱兩句？想到什麼就唱什麼。緣分讓我們相遇，亂世意外，命運卻讓我們為難中相愛。你識唔識講廣東話啊？少少啦，少少。我發覺咧呢度問人識唔識講廣東話咧，都會講話咩啊？識聽唔識講。跟住下一句咧就係我睇 TVB 大，係咪啊？你而家係專修緊啲咩科啊？PR。咁你有冇話畢咗業之後想做啲咩工？應該都會去回 agency，就是 PR agency。我還是想要繼續讀啦，繼續讀 degree，所以我還是會 continue。那你是學霸咯，讀書又叻，又識得唱歌嘅女仔。厲害厲害。那你喜歡這個學校嗎？很好啊，因為我們都是疫情之後才進來讀的，然後這邊就會很多傳媒啊活動給我們參加，所以我覺得很好玩。我剛剛在後面偷偷看你們上課，我發覺你們這裡的學生那個上課的氣氛很好，好像你們學生之間都很熟悉。對，因為我們這一群都是從一開始進來就一起上課的，所以我們都比較熟。就是你們就會有一些 project 要一起完成，就會很熟。唔錯啊，呢度校堂嘅氣氛真係超好。好，謝謝你。我哋而家去呢個漢江華人文化館。你好。係。我是吉偉，文化館的講解員，然後也是中文系的老師。可以留下你們的名字，然後簽名做一個紀念的。
欢迎来到槟城韩江华人文化館。檳城作為馬來西亞其中一個華人移民嘅地點，佢嘅發展經歷係成個大馬華人歷史嘅縮影。而了解檳城華人嘅歷史，可以從參觀杭江華人文化館開始。介紹一下社會組織展廳。當18世紀華人大量的來到馬來亞之後呢，其實他們是非常弱勢的，他們得不到中國政府的支持，他們也得不到馬來亞本地政府的支持，所以呢，他們就需要自己的去成立一個組織，去互相幫助。首先介紹的是綜合性組織，不管你是從哪裡來的，什麼籍貫，講什麼語言，就閩南語啊、粵語都可以加入這個綜合性組織。一開始下來南洋的華人還沒有那麼多，越來越多之後就有發生了一個問題，就是語言不通啊。就是講閩南語的就跟講廣東話的他們溝通不了，然後就很容易吵架。人數越來越多之後呢，他們就成立了更多不同的組織，就比如說中青組織、邱氏龍山堂啊、楊氏植德堂、謝氏景德堂等等。我們香港人要加入，應該加入哪一個？是不是那個 OK？綜合性的。一開始的話，現在已經不能加入嗎？現在的話就是各種會館了。就潮州會館啊、晉江會館、南安會館、惠州會館。現在這個年代就是會館。對，現在這個年代就是會館。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，他們去世之後要怎麼安葬？那這些會館呢，其實就是幫助不同籍貫的人安葬，然後他們就是有一種認土歸宗的這種感覺嘛。因為廣東人的祖先肯定跟福建人不一樣，所以他們都有自己的祖先。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移步到第二個展廳，就是經濟的展廳。其實主要就是分享說我們檳城的經濟到底是怎樣一步一步發展。主要提到的是這個邱天德先生從事這個煙酒響碼。響碼就是一種競標的制度，因殖民政府他們會開放你們投標，看誰投的錢最多，誰就可以拿到這個合法的執照權。每一個地區只有一個執照權。這裡看到了豬仔貿易是什麼？其實就是人口貿易。17、18世紀的時候，其實法律沒有定到那麼嚴格，很多地方都需要發展。我們做錫礦業，我們做種植業，都需要苦力，都需要勞工，所以才可以發展。所以是賣豬仔係咁樣合法㗎。以前煙酒鴉片都是合法的。哦。然後到後來標準才設立起來的。原來檳城以前係賣豬仔、鴉片、煙酒。當時候是英殖民政府殖民的。是這種鴉片啊、煙酒啊，明明就是英國人出產比較多的，這樣為什麼要交給我們馬來亞人去賣呢？在馬來亞，他們沒有交際網，所以他就需要在這邊有幫派的，比如說廣東派或者是福建派，去幫他們把這些貨物散賣出去。其實你知不知道，他如果在香港是叫什麼？社會大佬。我們叫天地會。哦，都係一樣。黑社會聽起來有一點沒有這樣好聽，對不對？但是現在還有沒有？你們覺得有沒有呢？17世紀之後呢，18、19世紀呢，華人從事的行業逐漸的合法化，所以我們從事的是加工。所以這邊是有米酵，然後從以前的錫礦業就變成了溶錫業，就把那個錫進行再進一步的加工。那也有很多對我們當時馬來亞來說非常新的一些行業出現了，百貨公司、百貨業、船運、shipping。其實你們還沒有說之前，我以為檳城就是捕魚業會比較多。但是為什麼你們沒有抓魚的？你們在海邊啊？他沒有說必須要去成立一個很龐大的一個機構，漁民啊，他們就可以自己自發組織啊，我們出海捕魚這樣子。跟住我哋就要睇下80、90年代嘅檳城。原來以前嘅檳城係咁樣嘅，有電車嘅，同香港一樣。下一個展廳，我哋就嚟了解檳城早期嘅教育。來到檳榔嶼這邊落地生根，可是他們就有面對一個問題，那教育怎麼辦呢？孩子的教育怎麼辦呢？如果我們要在這邊發展的話，當時候的教育呢，其實只有2種，第一種就是私塾，第二種呢就是英殖民政府辦的這種 international school 英校。那私塾的話，主要呢就是講的那種會館，潮州會館啊，或者是宗祠。比如說姓氏，他們不同姓氏，他們有他們的宗祠，或者是寺廟去辦學。那直到1904年呢，檳城的教育才有一種突破性的發展，就是第一間新式學校出現了，就是中華中學。那除了中華中學呢，陸續出現了
这个新式的学校，有五福书院啊、中陵、福建女校，也就是现在的滨华女子中学。好出名嘅呢間滨华女子中学。之后呢，就到了英殖民政府插手华教，在他们插手之后呢，华人学校其实有持续的发展，直到日本在1941年的时候统治马来亚，就是日本人他们就宣扬他们的教育理念，必须要学日文，那就好像这样子，他们有发这种公告都是用日文。原來馬來西亞那個學校嘅歷史其實有點像香港那邊，即係香港以前咧其實係俾日本啦同埋英國都統治過嘅。我發覺咧佢哋嘅字咧全部都係繁體字嚟嘅，然後他們那個色咧也很像香港我們以前學的那種，有點相似。現在如果是政府的學校，他們的主要的語言就是馬來文，對，馬來語是為主的。然後還有英文，然後華語的話，一般的話就是會學華文，可是華文的科目不多了。我們學數學、學科學呢，其實更多是以英文為主的。就如果是馬來學校的話，他們就是以馬來文為主了。所以我在那個帕薩遇見那個馬來文，他知道怎麼說中文的原因，可能在學校有學過。對，他們可能是華文小學畢業的，或者是國民型中學的時候有學過。你們不能喝水，不能喝水，不能吃。好勁，佢哋嘅語言天分真係。這邊就是那個韓江的一個板塊，你們可以大概猜一下我們現在在哪裡？呢個？哦，呢個。對，就是在韓江的發展呢，也是比較特別的。就是我們一開始呢，只是有韓江家廟，然後直到1919年的時候呢，潮州的這些先賢，他決定說我們要辦學，我們要讓我們潮州的後人有教育。1940年的時候呢，後面這位林連登先生呢，就捐贈了31.25英畝的這一片土地去建校。這邊是小學，然後這邊的話是大學。因為你們小學有那個宿舍住的嗎？這個是韓江中學的宿舍。哦，哇，好幸福啊！中學就可以有宿舍住，唔使俾媽咪管住。那接下來呢，我們就到宗教的展廳。馬來西亞供奉的這些神明，有一些是比較特殊的，就比如說拿督公，是華人宗教信仰跟本地馬來人宗教信仰的一種結合。其實拿督公是不是就是土地公這樣？有這種說法啦。那主要呢就是保護一帶地方的這些居民。我們可以看他的形象啊，是一個戴着馬來帽，然後拿着拐杖的一個老人形象。然後這邊的話是供奉拿督公的。怎麼證明說他是跟本地的信仰結合呢？還要去祭拜拿督公，是絕對不能供奉酒跟豬肉。本地的馬來人他其實也是不能觸碰酒還有豬肉的嘛，所以就有一種信仰的結合。哇，你們這邊那麼多寺廟。對對對。但是真的有人全部都要拜一次，還是他們會選特定一兩個去拜？我們到底供奉什麼神明呢？主要還是看什麼，我們想要祈求什麼東西。想要出入平安，拜天後宮；想要求金錢，拜財神爺；想要求孩子的話，就保生娘娘、包生。這也是我們華人比較特別的地方。跟住我哋就去了解爸爸娘嘢嘅由來。明朝的時候，鄭和下西洋，然後他當時就來到了馬六甲，然後他就帶着他的一大堆的，就是那種士兵啊，這些人過來這邊交流。那交流之後呢，也就跟當地的馬來人進行更深入的交流。更深入的交流之後呢，就開始產生了這種族，就叫做爸爸娘惹。然後我們從他的服裝來看呢，這是娘惹的服裝來的哦，中國跟當地的一種結合。你看它的配色都是用最常見的紅色嘛，可是也是有馬來人喜歡的綠色。他們當時都是穿花花綠綠的，可能有孔雀或者是有這個花紋這樣子。然後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用的這些瓷碗，最傳統的青花瓷。你有的青花瓷碗越多，就代表你的地位越高貴。爸爸娘惹的這個結婚證書，就還保存到現在。好靚喎，佢呢個結婚證書，對有孔雀喺上面。我問一下，就是他可以有很多老公的嗎？不能哦，一夫一妻。做咩啊？你想娶個馬來妹？我們今天華人文化館的講解呢，就到這邊。老師，如果觀眾想來這邊聽你講解的話，有得預約嗎？有的。我們可以把 link 放在這邊。哦，有一個 Google Form，
就可以填寫你們想要來的日期、時間。好，謝謝老師。可惜。好緊張啊！而家我哋就要嘗試下望住呢一個稿喺度讀新聞咯，即係好似報道新聞咁樣。唔知佢會俾咩我讀咧，好驚。下邊啲人望住我，只要我唔尷尬，尷尬嘅就係佢哋。第4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今晚頒獎，香港影帝梁朝偉以金手指一片獲得最佳男主角，亦都係佢第6度拎到香港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獎，成為拎到最多香港金像獎影帝嘅演員。Yo，而家為大家報道世界天氣，杜拜45度，紐約50度。哇，50度！原來報道新聞咁好玩㗎，總之當初都讀 media 啦。我哋覺得呢度嘅設備同學生都好專業，如果大家對呢一行有興趣，不妨過去睇下。唔講咁多啦，而家要去做採訪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係嚟自香港嘅 YouTuber， 我係 Micky， 我係 Raymond。我哋而家咧就定居喺馬來西亞檳城。為什麼這次會來到韓大？今次嚟到韓大咧，係因為我哋前排公司收到一個 intern 嘅學生，就係拉爸啦。佢就係呢間杭江大學嘅學生啦。咁我哋就亦都好想拍一拍呢啲咁嘅題材啦。究竟呢度嘅學生，呢度嘅學院究竟係點樣樣嘅咧？進來學校校園，可以分享一下你們嘅心情。今次咧係我哋第一次嚟到檳城嘅一個 college 啦。咁我哋都畢業咗都有一段時間啦，好耐都冇入過大學啦，感覺非常之新鮮。即刻入到嚟咧，覺得好似個人後生咗咁樣，因為呢度嘅學生咧充滿。可以分享一下你們是怎樣掌握這個流量密碼？我哋啱啱開始做嘅時候咧，可能係啱啱興起旅居，因為我發覺我哋拍片嗰時咧係仲未有呢一個 concept， 即係 digital nomad， 幫一邊做嘢一邊旅行，咁可能我哋就係嗰時食正嗰個 trend。所以啲人就對呢一個生活模式有興趣，可能啲人係中意嗰個真實感，咁啲人就想知道我哋到底喺呢一度生活成點啊，遇到啲咩人啊咁樣。有很多我們學校學生，或者現在有很多小孩子，他們都很想要做 YouTuber，有什麼話可以跟他們講？其實你做一樣嘢咧，最重要係有熱誠咯。如果要作為一個自媒體或者 YouTuber 咧，其實你基本上係乜嘢都要識。你由選題啊，而家流行啲乜嘢啊，再寫文案啊，你個主題啊，然後你拍嘅時候你要拎啲乜嘢景啊，你仲要安排剪接啦、音樂啦、特效啦，所以其實做一條片咧係相當困難。係啊，然後可能喺 YouTube 上面見到你一條片可能10幾分鐘、20分鐘，其實我哋可能做嗰條片嘅過程用咗成1個禮拜以上。如果你係有心理準備去 produce 一條片出嚟嘅話咧，你可以試下做 YouTuber 嘅。係。同埋做自媒體，你要承受一啲你嘅挫敗感咯。即係我哋嘥咁多時間去 produce 呢條片咧，其實個 view 出嚟咧就冇我哋預期中咁好，你就會難免有啲失望。你要承受呢個高同埋低咯。要內心強大嘅人先可以做到 YouTube 咯。那為什麼會來到馬來西亞？不是別的國家。其實有睇到我哋片嘅觀眾都會知道啦。其實我哋喺2019年嘅時候咧，都諗住去唔同嘅國家旅居一下，因為我哋覺得咧香港嘅生活成本咧就真係太過高啦，所以我哋就決定去唔同嘅國家啦，去睇一睇有冇啲生活成本比較低啲嘅，但係生活質素依然係有嘅國家啦。所以我哋就決定去東南亞嘅國家。咁我哋先後就去咗日本啦，去咗泰國啦，去咗吉隆坡啦，之後再嚟到檳城嘅。係啦，咁我哋喺每個國家咧就住咗大概1個月啦，因為我哋唔係去旅行。如果去旅行講，可能你淨係去到1個禮拜，然之後你係去嗰啲景點遊玩嘅，咁你根本就唔知道嗰度衣食住行究竟係點樣嘅。咁我覺得哇，檳城呢個地方好正喎，又識到好多朋友啦，
係啊，咁檳城嘅人都好熱情，所以就決定一定要移居過嚟檳城啦。我哋係最近呢2年生咗個 BB 啦，咁因為香港嘅生活空間真係好細好細，再唔走咧，我哋間屋咧就會俾個 BB 拆咗，所以咧我哋有一個迫切嘅需求，一定要加速咁樣過去呢邊住。係啊，同埋我覺得咧馬來西亞呢個地方好勁啊！啲人，即係佢哋起碼都識得4-5種語言啦，普通話啦、華語啦，即係英文啦、馬來文啦，又識得廣東話啦。我哋就諗，如果我哋將來嘅小孩都識得咁多種語言就好啦。係，我哋夫妻肺片韓大新聞，讓你掌握檳城動態。我覺得咧呢度好似去咗啲文化博物館咁樣咯。根本就係呢個係切樹膠嘅，切樹膠，係咩？係嘅。因為它是膠出來是煙裡，哦，還要給它磨片，壓平佢。變成紙裝型。呢個好似咧整麵條咧，整意大利麵咁樣一條麵出嚟，貼唔貼？係咪啊？係壓麵嗰啲嘢嚟㗎喎呢個。